自皇后立宫后，种种下雨迹象频频出现，足见皇后与旱灾有关，足以证明皇后不在，风雨便来。皇后驾到！陛下圣安。平身吧。谢陛下。皇后既已在此，看皇后登坛，是否如淮南王所言，天不降雨？请皇后为百姓，为社稷，尽快离开祭坛。我已请得天神，即将降雨。若皇后出现，激怒了天神而甘霖断绝，岂不是害苦了百姓？皇后于心何忍？是啊，请走，请走吧，快走吧，皇后，请走吧。若我离去能换风雨，我绝不久留；即使以我性命能换甘露救万民，我也绝不苟活。但风霜雨露非一个计里能变，我乃皇室中人，也绝不容许有人妖言迷惑众生。天要降雨，非我一人能阻；天不降雨，也非你淮南王一人能变。今日你我就在此，以天作证，看看孰是孰非。愿上苍保佑我大汉子民，不祸于神鬼。我愿在此雨中同忧同欢，一同恭候甘霖，牧我百姓。皇后持伞，祈求上苍，天降甘霖，佑我万民。还请皇后速速下坛，让我再求太医。皇后持伞，祈求上苍，天降甘霖，佑我万民啊！你快走吧，别在这儿了！你们闭嘴，皇后在求雨呢。走吧。天地大好，别下雨。无论苍天降雨与否，朕都是你的天，朕会护着你。帝后同心，善行佑民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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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帝后同心，善行佑民。苍天，请先别降雨，待皇后走了以后再降雨。帮帮我的娇儿啊，苍天！这雨下的及时，
持续下去，灾情必得缓解，真是天佑汉室。最及时的，是姐姐赶在下雨前登坛，破了灾星之说。那淮南王也真是狡猾，一见到下雨，便即刻跪地谢天。就是啊，好像这雨是他求来的。他自说自话罢了，皇上一定不会放过他的。哎呀，喜娘，你当上了将军的外姑，果然不同啊，事情看得更通透了。怎么比得上你呀？忽然饱读诗书，天文地理样样都懂，就凭一条蚂蚁路就知道大雨要来，真是神机妙算呢。哎，你明明是在夸我呀，怎么语气听起来像是讽刺呢？夸得那么不甘心呢？这次啊，我们真是拜服易叔叔呢。如果不是易叔叔，刘安的计谋就得逞了。不但皇后会成为灾星，连皇上的名声亦会受损。如今姐姐能转危为安，全仗易大叔了。哎，能转危为安，全是因为皇后心善，上天有眼。全仗易叔叔机智，以刘安之矛攻刘安之盾，用他写的天文训，让百姓看清事实，免于迷信。别再夸我了。其实呢，其实我们大家都有功劳，怎会全仗他呢？卫青上坛拖延的刘安祭天是一功，还有段大人保驾护航，及时将皇后送到祭坛那里。还有皇上呢，英明决断。我禀报说要下雨了，皇上便即刻部署一切，使刘安一败涂地，痛快。还有我呢，你有什么可以邀功啊？我和佳儿一直呐喊助威，说皇后持伞天降甘霖，帝后同心，善行佑民，喊得声嘶力竭的，还拉着其他人一起喊呢。卫青，你说是不是应该记一功？好了，你们个个都有功，皇上一定会牢记的。皇后百米来报，说皇上召见。陛下，皇后来了。陛下圣安。参见陛下。都平身吧。先前委屈你了。有陛下英明部署，和大家协力相助，不但臣妾保住了清明，连万民也不受迷惑，臣妾不觉得委屈。段宏、卫青，你二人的功劳，真要好好赏赐。臣不敢。陛下，此次最大的功劳，应该归于易叔叔。易寒确实立了大功，若非你及时发现重蚁异动，风云变化，恐怕皇后就担了污名，汉室尊严都难保了。小人不过一介草民，只是有些民间的小智慧，能够看出天降甘霖，也能够看出帝后同心。难得你不鞠躬，但原来民间小智慧，也有干石心经和淮南子天文训。你虽是一名厨子，但学识渊博，深不可测呀。回陛下，草民只是学以致用，并非深不可测。无需谦逊。满朝文武大臣，竟不及一个厨子。看来你也非厨子这么简单吧？朕欲赏高人，但越想越不明白，高人已在皇后身边多年，为何不趁机相助于朕？难道是朕愚昧，或是朕的仁德不足以让高人效力？陛下，小人只是区区的……不用辩白了。这世上只有两种人，不为皇帝所用：一是逃避刑责的犯人，二是包藏祸心的敌人。说，你到底是哪种人？多年来潜伏皇宫，居心何在？易寒，答话！你到底是逃刑犯人，还是朕的敌人？小人不是敌人，是罪人。罪人？小人自觉罪孽深重，没有颜面自报家门，更愧于效力皇天。你有何罪？小人早年得与恩师传授医卜星象、天文地理知识，只怪小人
年少气盛，自是天资聪明，又得恩师眷顾，与师兄斗法险计，虽大胜师兄，却连累恩师受怨，被师兄害死。技不如人，就怨恨杀人，地方官员都不管的吗？罪人不敢欺君。师兄事后虽受诛，但毕竟恩师是因小人而死，所以小人从此起誓，以后隐姓埋名，与世无争，并以火烙之印明志，以切肤之痛，时刻提醒自己。陛下，臣妾愿担保奕寒为人。臣妾儿时已与奕叔叔相遇，得其不争不显、不露之慧。此后安身立命、待人处事，皆以此6字为依归。不争、不显、不露，确是皇后言行态度。如此说来，皇后统领和乐后宫，奕寒也有提点之功了。小人不敢，皇后本性仁厚，何须小人提点？这只是皇后谦虚敬老之词而已。陛下，奕叔叔不只教臣妾处世之道，臣妾深知得蒙帝宠，也得助于奕叔叔。当年水灾后断粮，皇后小小年纪，却将仅有的蒸饼相赠，救小人一命，舍己宜得，叫人折服。多年后重遇，皇后谦厚如昔，而且更见贤惠，适逢陛下驾临侯府。小人见陛下神色有情意，所以你就以一立国府，助我显身于陛下。国仆能助的，是舍身为他人者，显其贤德于陛下。只因小人深感皇后之贤，若能在陛下身边，必是万民之福。当日我出宫，奕叔叔赠我挂饰，好让陛下发现我，留住我。陛下，奕寒不止帮皇后，也教导臣各种行军为将之道。臣远征西域，可以因地制宜而取胜，奕寒也是有功劳的。你方才说要与世无争，可为何要留在宫中多年？当年奕寒仅为平凉侯府的厨房管事，是公主为了帮姐姐才把他引荐入宫。留在宫中，绝非奕寒本意。陛下，皇后早年在宫中屡遇危难，相信奕寒是为守护皇后而留下。陛下，臣妾亦敢担保，奕叔叔这么多年照应臣妾，绝无邀功之心，更无争权显明之图。你们都不用说了，你自己说。一切皆只因小人与皇后有缘，愿为皇后分忧解困，以报当年救命之恩。本来皇后母仪天下，小人以为可以告老而去，却与皇后遭奸人所怨，背负恶名，小人只好为世登坛。陛下，奕寒虽隐瞒身世，但臣敢担保，他对陛下忠心。这次若非奕寒洞悉淮南王诡计，并及时登坛揭穿，皇后恐难洗不祥之名。这次奕寒洞察先机，确实功不可没。既然你熟知天文，朕就封你为太史令。谢陛下隆恩，但小人只求皇后免于奸人所陷，百姓远离迷信蒙蔽，能稍减小人为世之咎，戴罪之身实在愧受封赐。恳请陛下，让小人继续做一名小厨，一赎罪孽。既然你不要功名，朕就赐你宅邸，让你安居乐俗。谢陛下圣恩，小人感激不尽。可是皇后、魏将军与段大人均待小人如同家人一般，居宅福地，又怎比得上与家人团聚？好，那朕就赐你宗籍，除了交方殿住处之外，再命卫青与段宏于府中为你辟事，
让你自由进出居住。臣领旨。谢陛下宽仁体谅。再赐你千金。陛下，叶寒并非贪利之人。陛下恩赐，一寒拜谢。小人并非贪图赏赐，只是天灾民困，小人欲以陛下赏赐，救助孤苦，求陛下恩准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想不到你还有这份心，朕就赐你长者之号，再赐善骑安车，并按汉例赐你一盖，以示有功，让你家在善之余，奉旨济世安民。一寒代天下百姓，谢陛下圣恩。安民有功者，朕不会领赏；但祸民生乱者，朕也不会轻易放过。启禀陛下，淮南王刘安带到。罪臣刘安向陛下请罪。请罪？擅离封地，迷惑百姓，诬陷皇后，动摇民心，你请的是哪一条啊？臣自负精通黄老之术，略识天文，梦中又得仙师嘱托，为救千万黎民，所以一时情急，闯下弥天大祸。如今一场大雨，犹如当头棒喝，臣自知罪重啊！你确实罪重，足以让你身首异处。陛下仁厚，淮南王虽然有罪，但毕竟是为黎民百姓啊！臣恳请陛下从轻发落。丞相之言，臣不敢苟同。若人人以救民为由，触犯法纪，那律法何用？淮南王既犯死罪，不依法论刑，何以正朝纲？陛下，罪臣修道着书，一心为民谋福祉，自离淮南，只身入京求雨，虽无不轨之心，但以报必死之志。所幸天赐甘霖，民生得保，陛下与皇后生育得彰，罪臣死而无憾，臣甘愿伏法。好，既然你认罪领死，朕成全你。来人，且慢。陛下，孟曰：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”臣虽一介武夫，也曾幼承庭训，知道即使出将入相，也要以民为先。淮南王虽未遵守社稷纲纪，冒犯天子皇后，却有恩于民，望陛下三思。段大人乱借圣贤之言护短，实属荒谬。民为贵，所以要以法保民安民。若违法不成，先例一开，他日更多无法无天之事，只会伤民害民，更甚。家父常言，人谁无过？法理之中也允许将功抵过。淮南王素来贤德，护民之功罄竹难书，足以抵一次鲁莽之罪。陛下，淮南王以性命作注，可见其为民之心呐。况且淮南王年岁已高，只身入京又劳碌病弱，故云老小不当行，请陛下赦免其罪。好一句老小不当行！淮南王刘安擅离封地，迷惑百姓，诬陷皇后，论罪当斩。乃念一心为民，赦其死罪，着令即日离京。谢陛下圣恩。孤念刘安年迈，不宜长途奔波，此班纠同帐，以示老者。特准在淮南安享晚年，无需再入朝觐见。谢陛下。哎呀，出去走一趟就是累，还要一包米一包米的拿给灾民。哎呀，太夫人若是嫌累呢，就该留在府里，无需出来干这等苦差嘛。
还好没把你这身锦衣弄脏，不然的话我可赔不起啊。我女婿出征，我当然要出去做做善事，沾沾福气，保他平安嘛。哦，既然如此，你下次就该多出点力。哎呀，这玉镯不错，可以给灾民。这是皇太后赐我的，不能变卖转送，否则不敬之罪，我可担当不起啊。那这耳环，这是佳儿送我的。这发簪呢？灾民要发簪做什么？又不能当米粮吃。哎呀，你这件也舍不得，那件也舍不得，你怎么行善呀？有福气怕你也沾不上啊！方才那些村民还一直说谢谢太夫人，太夫人万福。是，太夫人平常不做善事，如今一做善事就有喜了。呸！我哪有什么喜啊？别以为你是皇上封的长者就可以胡乱说话。哎呀，你想哪儿去了？我是说你的女儿佳儿有喜啦。我女儿有喜，谁都看得出来。她肚子都那么大了，还需要你说吗？那你又知不知道她这胎是男孩还是女孩啊？这个你也会算，是男还是女？快告诉我。是男还是女？都是喜，有这么重要吗？你是存心戏弄我，是你先开的头。你说是男还是女？不然跟你没完。说。生了，太夫人，太夫人进宫看皇后时，在宫里生了。是男还是女？是男孩，母子平安。哎呀，这是苍天必应，果然积善之家必有大喜。好。哎呀！公主，这玉璧若有不满意的地方，小的一定会尽快修改好，按时让公主带回长安。不用，只要再擦拭的光亮明净一点就好了。诺。魏将军班师回朝了，汉军又打胜仗了！太好了，这是天大的好消息。是啊，魏将军骁勇善战，他回长安途中，沿途一定全都是为他高兴欢呼的百姓。我大汉又打了一次大胜仗，实在可喜可贺。今晚侯王百官庆功大宴前，朕想先与家人唱句。卫青，臣在。边疆隐患暂除，属你功劳最大。你姐姐和夫人都以你为荣，朕就在他们面前封你为长平侯。谢陛下圣恩，臣必当竭力尽忠，报效陛下。好。魏将军真是双喜，孩子也刚出生，取了名字吗？回皇太后还未取名。这是卫青的第一个孩子，就由朕亲自替他取个好名吧。谢陛下圣恩。你看，抗字可好？志抗直，好勇正直，谢陛下祝福这个孩子。还取抗的相配之意，寓意他的父母伉俪情深。抗字两个意思都好，孩子就叫魏抗，你们没有异议吧？魏抗很好，谢陛下赐名。谢陛下恩典。启禀陛下，汝阴侯求见。传。诺。汝阴侯夏侯颇，参见陛下。免礼。国宴时辰未到，汝阴侯好早啊。臣因知陛下有家具，特意提前到来，为拜见皇太后与陛下诸位亲人。听闻魏将军骁勇善战，又一次为国取胜，臣在此贺魏将军凯旋归来。陛下，汝阴地虽小，但臣仍望为社稷出力，愿将此年封地的收入献给汉军，做粮饷之用。封地收入本用作侯爵俸禄，如今你在纳贡之外进献俸禄，
真是难得。他日汉军在劫，朕必论你一功。夏侯颇不为功勋，只求与公主说几句话。说吧。听闻公主一直为小君侯寻觅良师，汝阴有一位文武皆精的能士，名叫桑衣。这桑衣以仁德闻名。当年皇帝刚出世的时候，你们父皇就想召他来当太傅。儿臣也听母后提过，但这人不求功名，宁愿隐退田园，修身养性。哪怕王亲贵胄去求他，他都不肯出山相教。臣已说服这位贤士，到平阳县做小君侯的老师，此来公主就可安心，务须再为小君侯忧心，而奔走于长安、平阳两地，心疲力竭。这可真是厚礼啊！从来侯王上贡之物都没有你这里珍贵厚重啊！皇太后，夏侯颇斗胆问一问，如果以此作为聘礼，未知是否不够诚意？臣仰慕公主多时，愿一生相互相随。求皇太后恩准，求陛下成全，为臣赐婚。汝阴侯既心系朝廷，又肯为公主分忧，此事朕并无异议。可朕虽为一国之君，姐姐的姻缘还是要姐姐自己定夺。不知公主心意如何？请陛下成全。准奏。